一个人的长相究竟能变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当年的好莱坞万人迷米基·洛克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上个世纪80年代，在布拉德·皮特尚未成名前，米基·洛克凭借一系列影片成了那个年代的性感偶像。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尊龙一同出演的《龙年》。在两大主演的魅力冲击之下，许多人几乎都是舔屏看完的。米基·洛克的演技不容置疑。爱你九州半的导演阿德里安·莱恩评价道，如果米基·洛克在拍完《天使心》后便死掉的话，他将会成为又一个詹姆斯·迪恩。不得不说，米基·洛克在电影里真是帅得掉渣，他曾是多少人的手机壁纸啊！许多年后，环球荧幕评论说，好莱坞的小年轻们别装另类了，你们玩的都是人家米基·洛克当年玩剩的。可后来米基·洛克却被好莱坞抛弃，甚至毁容，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是布吉岛，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米基·洛克的故事。米基·洛克很少谈及他那忧伤的童年，但从蛛丝马迹中也能了解到，米基·洛克原名菲利普·洛克，1952年9月16日出生于纽约。父亲是名业余健美爱好者。当小洛克才6岁时，他的父母就离异了。他的母亲随后嫁给了一个已经有了5个孩子的警察。于是小洛克就来到了迈阿密那个自由的城市。他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继父和那些非亲非故的兄弟们。埃里克·罗伯茨，茱莉亚·罗伯茨的哥哥，和米基·洛克有相似的经历。他说，当你并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长大的时候，那么每时每刻所想的就是如何从中逃出来。米基·洛克虽然算不上是问题孩子，但从小他就被当作垃圾一样养大。米基·洛克后来回忆，我很羡慕现在的环境，但我小时候的环境实在是太差了，法律根本找不到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但发生的终归是发生了，再怎么样也无法改变。米基·洛克19岁时，和其他的5个人一起住在迈阿密的西部旷野旅馆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在5年内让自己能够成功踏入演艺圈。彼时的他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如果不成功，他的麻烦可就大了。后来他来到了纽约，将房子的租金用于寻找工作上，得到的工作就是训练狗，还有刷盘子。那段时间他曾到附近的各种小酒馆里去白吃白喝，幸好老板都很理解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但就在那个时候，米基·洛克逐渐意识到了一条真理，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一次帮朋友在电影厂里搬运道具时，米基·洛克的运气来了。他有机会参加一个考试，如果通过就可以进电影学院学习。但在1972年的时候，录取比例是几千人里只录取5个人，所以希望很渺茫。他准备的作品是《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米基·洛克最终取得了成功。当时负责学院招考的伊利亚·卡赞说，那简直是30年来最出色的事情。米基·洛克在表演学院学习了5年的时间，就像是个修道士一样。他评价说，当然想要进去就像是逆水行舟，每走一步都充满了困难，但却是意义非凡的。他的运气总是时好时坏。米基·洛克是那种可以红很长时间的明星，可以延续一个时代，但他没有像其他很多演员那样把握走红的大好时机，去商界大展拳脚，也没有利用他的大牌效应为自己赚回大量钞票。就比如在1981年，他在导演劳伦斯·卡斯丹的《体热》一片中扮演一名纵火犯。在米基·洛克一部接一部的接拍电影后，他的演技日臻成熟。在弗朗西斯·福特科波的《斗鱼》中，他扮演内心痛苦、思想渐渐觉醒的摩托车手。在《大街小瘪三》中，他又诠释了一个时代的人事变迁。在迈克尔·西米诺的《龙年》里，洛克扮演唐人街上性格暴躁的警察。影片上映后遭到了当地华人的强烈抵制，票房遭遇滑铁卢，更狠狠地打击到了刚大红大紫的米基·洛克。作为一个时代的明星，米基·洛克是从最基本的地方起步的。很多年后，导演阿德里安·莱恩说，许多人都说如果在拍完《天使心》之后，米基·洛克就死去，那么很多人都会拿他同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相提并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使心中挑大梁的米基洛克扮演一名侦探，和大反派罗伯特·德尼罗之间有契约。导演艾伦·帕克原来是想要罗伯特·德尼罗来扮演片中的汉瑞，让马龙·白兰度来扮演洛伊斯，但后来得知马龙无法出演，就只好让罗伯特来扮演洛伊斯，而让米基洛克加盟。在影片的最后是大魔头和警探之间的较量。艾伦·帕克说，看着这两个人在那里表演，我简直是大开眼界，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再看到过。米基洛克保持着他在电影中的表演水平，并且因美国下层阶级的桂冠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编剧的《九星情缘》而赢得了独立精神奖的提名。但米基洛克在荧幕下的表现更加引人注意，他是一个彻底的反主流的人。导演艾伦·帕克说，他对于好莱坞的那一套完全不能苟同，非常看不惯好莱坞的那些大明星们。洛克认为他们都是一些胆小鬼，只会在公众面前装出一种优雅高贵的样子，实际却只会逃避问题。洛克活得很自我，他还扮演了很多他所鄙视的人物，甚至能将任何一个与自己性格正相反的人物扮演得栩栩如生。当众发表演讲同样不是洛克擅长的。1989年，洛克出席戛纳电影节，为了宣传他的电影《弗朗西斯科》，那是一部传记性的影片，和当时的北爱尔兰问题有关，但后来并未在美国上映。在弗朗西斯科之前，米基洛克在影片《杀手的黄昏》里面也扮演了一名爱尔兰共和军的士兵，于是有传言说他得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好处。对此，当时是米基洛克的经纪人和制片公司的头简·卡什曼表示，我不得不为此专程飞到伦敦，在那里找一位律师担任辩护人。这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噩梦。在那之后，米基洛克本来遇见了其他演员一辈子都难以得到的机会，那些足以改变演艺生涯的机会，但是他却轻易地错过了。当达斯汀·霍夫曼给他打来电话，邀他出演曾和他有过合作的导演巴瑞·莱文森的手足情未了里的汤姆·克鲁斯后来演的那个角色时，他居然忘了给达斯汀·霍夫曼回电话。他拒绝了导演布莱恩·德帕尔玛的《铁面无私》中凯文·科斯特纳后来接演的角色，拒绝了奥利弗·斯通的《野战排》和导演乔纳森·戴米的《沉默的羔羊》中的戏份。错过了幸运女神的垂青之后，洛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接演了一堆烂片。在不堪的评价之后，他深受打击，对演戏的热情渐渐冷却。米基洛克荣耀的20世纪80年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1991年，他转向拳击，一份成名前所从事的职业。米基洛克从小就迷上了拳击运动，从11岁一直到18岁，他一直在学习，并且看过很多遍阿里的比赛。所以在1991年，他又回到了迈阿密。那之后的5年里，他为拳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有8次都赢得了比赛，但也6度被别人击倒，2次肌肉拉伤。至于鼻子，曾几次被打碎，脸颊被打坏，手掌受伤，简直犹如家常便饭，导致他现在的手指几近失去知觉。雪上加霜，无数记重拳让米基洛克的帅脸严重变形，好莱坞的朋友们甚至认不出他。他的脸部先后4次整容，但命运是如此捉弄人。米基洛克遇见了世界最差整形医生，失败的手术让米基洛克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拥有一张很具女人缘的面孔，离奇、生动、有趣。导演艾伦·帕克后来评价米基洛克时这样说道，他曾指导过米基洛克于1987年主演的《天使心》。在我的印象中，一名性感演员就应该像他那样充满了神秘感。但后来他却去打拳击了，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到那个四四方方的小场地里去充当别人的靶子，一定要把自己的那张脸弄得满是伤痕。当我看到他倒在拳击台上时，除了心痛，我没有任何别的感觉。在当红的那段时间里，米基洛克很快迷失在纸醉金迷中，他的脾气越来越怪，与制片人吵架。尽管当时有不少大片导演找他拍戏，出演男一号，对此
米基洛克也承认到我当时是迷失了，但突然有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突然醒悟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或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当时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想来，也许当时的我就是想要找到一种宣泄自己的方式吧。无论现在的生活怎样，都祝福米基洛克可以找回内心的平静，将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这里是布吉岛，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也欢迎您在评论在他后面当小弟天赐的面孔和叛逆的灵魂，使她成为全美女性的荧幕偶像。巅峰时期酒色喧嚣，保镖护卫左右，洛杉矶浮华的表象，也让米基洛克迷失了自我。他挥霍无度，婚姻失败，街拍烂片，在评论轰炸和生活迷茫的双重打击下，他竟然逃离了好莱坞，做起了职业拳击手。虽然在拳台上连赢了8场，却也付出了容颜尽毁的代价。在经历了2次剧烈的脑损伤后，重回影坛的米基洛克，在好莱坞已没有容身之地，人们视他为避之不及的怪物。曾经的王子跌落凡间，他沦落街头，食不果腹。巨大的命运落差几乎将他摧毁，现实终于唤醒了米基洛克的不凡灵魂。他放弃逃避，从小角色演起，直到2008年的摔跤王，沉寂了14年的米基洛克摇旗归来。摔跤王中那个垂垂老矣的硬汉，几乎就是米基洛克的真实写照。命运救赎之旅为他铸就了新的传奇。他获得奥斯卡提名，拿下金球奖影帝。在领奖台上，米基洛克说：“这条归来之路，我走了好久。”第81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单中有西恩·潘这种影展最爱，有弗兰克·兰杰拉这样的老戏骨，还有布拉德·皮特这种的粉丝最爱。在电影和拳击之间徘徊人生的米基洛克出演的《摔跤王》被公认为是2008年最优秀的电影之一。无论最终是否能得奖，米基洛克奥斯卡称帝呼声高，他本人已经登上人生的另一个巅峰。这位实力派演员曾是80年代最性感的男人之一，可后来却经历一段非常坎坷的人生。当时年少轻狂的米基洛克投身拳击台后，因屡遭击打又遇上庸医，导致毁容，成为好莱坞的弃儿。斑驳的脸，花白的头发和永远都叼着的烟，现在的米基洛克只会被称为性格演员。谁又会想到他曾是80年代最性感的男人之一？斗鱼、爱你9周半，无论哪一部都足以让万千少女疯狂。米基洛克精彩的演技更是超过了同期出道的汤姆·汉克斯等人，被视作新时代的詹姆斯·迪恩。前提当然是年少轻狂的米基洛克像詹姆斯·迪恩一样，把时光凝固在最黄金的时刻。父母从小就离异的米基洛克最初感兴趣的是拳击，更是视拳王阿里为目标开始冲击。高中毕业以后，开始了职业拳击手生涯的米基洛克，在1971年的一场拳击比赛中脑部受到了重创。医生曾警告他不能再频繁参加比赛，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可米基洛克还是以5年内17次击倒对手的骄人战绩告别了拳坛。只身来到纽约的米基洛克参加了一个演员培训班，剩下的时间打工赚钱。在纽约混迹了6年的米基洛克，直到1979年才在朋友的引荐下加入了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1941剧组。尽管米基洛克在1941中只是充当了一个小角色，他还是得到了好莱坞的垂青，在第2年就参演了迈克尔·西米诺执导的《天堂之门》。虽然米基洛克不断获得参演大制作影片的机会，可这2部电影都无法逃脱票房惨败的厄运。不过已经在好莱坞混熟的米基洛克终于崭露头角，在劳伦斯·卡斯丹执导的电影《体热》中饰演男2号的米基洛克，以其精湛的演技迅速成为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更以1982年的一部小餐馆迅速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巨星。在米基洛克早年的光辉史上，不得不提到的2部电影是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局外人》1983和《斗鱼》。《局外人》其实是由马特·迪龙领衔，米基洛克、汤姆·克鲁斯等新晋明星等只是参与演出。由于米基洛克在《局外人》中的表演格外抢眼，所以导演科波拉在下一部《斗鱼》中增加了他的戏码。这2部电影中的米基洛克光彩照人，不仅因为其精湛的演技，更因为年少轻狂、放荡不羁的性格。本该是扶摇直上的米基洛克，又再次遇上了《天堂之门》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
这次他为米基洛克量身打造了黑帮片《龙年》，讲述美国警察对抗纽约华人黑帮的故事。影片上映后遭遇到了当地华人的强烈抵制，票房继续惨败，更狠狠地打击到了刚大红大紫的米基洛克。虽然在之后米基洛克出演了《爱你九州半》、为垂死者祈祷等几部佳作，但暴躁的性格让米基洛克的电影之路走到了尽头。不仅之后接连出演的几部电影无法卖座，甚至被好莱坞视为异端，米基洛克最终决定重返拳坛。米基洛克4年的职业拳击手生涯虽然算得上战功彪炳，只可惜代价太惨重，沉溺酒精、烟草，还有对手疯狂的击打，都让帅哥的脸开始变形。更惨的是整容还碰上庸医，米基洛克的那张曾令万千少女疯狂的脸彻底消失，嘴被整得干瘪，额头因为注射了玻尿酸变得不再生动，已经完全无法再看到当年影子的米基洛克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好莱坞的宠儿。最要命的是，米基洛克的体检结果显示他不可能再继续这种全台搏命的生涯，因为他的脑子已经在击打中严重受损了。1995年重新回到电影界的米基洛克还是没能收敛火爆的脾气，不但在1994年因被控家暴而入狱，工作上依然那么挑剔，拒绝了《不可触犯》中凯文·科斯特纳后来接演的角色，拒绝了《野战排》和《沉默的羔羊》中的戏份，更是拒绝了昆汀·塔伦蒂诺低俗小说中约翰·特拉沃尔塔后来接演的角色。尽管曾合作过《斗鱼》的导演科波拉在1997年让他出演了《造雨人》，此时的米基洛克只能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电影之中。经历了人生最低潮的米基洛克应该感谢3位对象：神父皮特、经纪人戴维·昂格尔和吉娃娃洛基。神父皮特帮助米基洛克重新振作，放弃逃避；经纪人戴维·昂格尔则把米基洛克的演艺事业重新规制了一番，让他能在更多影片中担纲重要角色。至于刚刚去世的吉娃娃 OT 则挽救了米基洛克的生命。他说自己曾想过自杀，但只要看到洛基似乎在对他说如果你死了，谁来照顾我的时候，就立马打消了那个愚蠢的念头。终于重新振作的米基洛克出演了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的《罪恶之城》。曾被米基洛克拒绝的昆汀介绍了这位当年的偶像出演了好友的电影，尽管不是唯一的主角，米基洛克依然欣然接受。在《罪恶之城》中，米基洛克扮演了面目狰狞、心灵善良的壮汉马福，他为了心爱的人而豁出性命去复仇。这部影片获得了影迷的认可，米基洛克再次赢得应有的关注。奥斯卡称帝呼声高。200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达伦·阿罗诺夫斯基的《摔跤王》让世界见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米基洛克。片中的兰迪和现实中的米基洛克境遇如此相像，只是兰迪倒在了摔跤场中，而米基重新赢得了关注。《摔跤王》不仅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也为米基洛克赢得了无数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早已不再关注自己是否得奖的米基洛克竟接连获得金球奖、英国奥斯卡等影帝殊荣，甚至成为第81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热门人选。现在的米基洛克早已不是斗鱼中的性感帅哥，也不是拳击场上嘶吼拼命的毛头小子。经历了30年浮沉的他早已淡定地面对一切，不过势力的好莱坞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钢铁侠2、敢死队等一堆好莱坞大制作纷纷找上了他。清醒的米基洛克觉得我现在比我当年有一所大房子、出入有6个跟班的年代快乐多了。有点难过的是，陪伴米基洛克度过煎熬岁月的洛基享受不到好日子了。已经18岁的洛基曾被米基洛克带着走过了威尼斯的红毯等重大场合，本以为能陪伴米基洛克踏上奥斯卡的领奖台，却在临近奥斯卡颁奖的时候去世。希望米基洛克不要因为爱犬的去世而放弃出席奥斯卡颁奖礼。适合他的画面应该是捧着小金人感谢陪伴自己一路走过的洛基。